就很顺其自然的就去小便，突然有一阵很大的压力，就往我的背后这样冲。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人来了？问题问了一下，突然间就跳了。我感觉黄先生现在很不舒服。第二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？我们的艺人素人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，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、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。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，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信不信由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公讲鬼，哪里有鬼？新加坡土地缺乏，活人为了要有一个居住的地方，死人往往就得让位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的建筑物呢，都是建在坟墓的周围，甚至是坟墓之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那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这一季我们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第2系列的探灵专家，来自呢 Society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Singapore 的 Wisely 老师。大家好。哇，我知道呢，有很多的地方啊，我们熟悉的像地铁站啦，还有我们熟悉的购物商场啊，都是建在这个坟墓之上的。不晓得 Wisely 老师知道吗？对呀，其实因为新加坡地小嘛，所以在所难免的。很多地方以前都是坟场。对。哇，很恐怖哎！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会知道哦，甚至很多人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，原来你住的地方是建在坟场之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部分了。而我们的特别嘉宾到底是谁呢？马上去接他们喽！看到我们的特别嘉宾喽，就在前面。Hello， 钟斌哥，等你们等很久了。我们也是在车上很久。欢迎光临。那说到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呢，黄振龙，大家不会陌生啊，都对他很熟悉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位呢 ，Rebecca，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可是我跟他很熟，因为呢，他是我们周公讲鬼的忠实听众，而且上一季他也出现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。我也发现 Rebecca 好像一脸的惊慌啊。你放心，坐在你旁边那个是人来的 Rebecca， 是我们的 YC 老师哈。所以呢，即便你遇到的话哈，YC 老师你也会用一个非常理智的方式来告诉你，来跟你分析你看到的是不是鬼。可是他也是很理智的跟你讲那是鬼。对呀。对，我们先来听 Rebecca 的故事。在新加坡的其中一个医院呢，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去探望我的奶奶，然后大概10点多吧，我就要回家，就刚好从那个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为什么这个女的有点奇怪，一身白衣，头发长长的，几乎是要贴着墙壁走路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为什么这个人，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个人怪怪，好像有点不对，因为从那个病房出来的时候，他很快就转 left， 一下子我就看不到他，我就好奇说，为什么有电梯他不搭，他去用楼梯？我就从楼上这样子往下看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影子，就是这个人好像突然之间就不见掉，那我就 OK 算了，我就去等电梯。电梯去到1楼，奇怪，那个人就在我前面。我就在想，我明明刚才就没有在楼梯那边看到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那也 OK 啦，那也就算了。因为晚上10点、11点的时候，医院是没有什么人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还好有人陪我，还好有人陪我。当我看到地铁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那个女的其实往楼梯下那个地铁站，就加快我的脚步，因为我要看他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一到了地铁站那边，我所谓的追下楼的时候，我完全看不到这个人，就连我去到那个 platform
等地铁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人的，但你有看到他的长相？看不到，他就是一直是背向着我，然后他走路的时候，他是抬起头，还是他其实一直低下头？低下头，然后一直靠着，几乎是要粘着那个墙壁这样的。好奇怪哦！哇，对，我觉得他的整个走路的方式啊，就是让你看到他的方式，已经是在告诉你我不是人了。对。其实刚开始我还有一点点怀疑，想用很理智的方式去分析，直到他讲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女子是靠着这个墙壁走的。所以比较传统的讲法就是这个灵体啊，他们很喜欢靠着挨着墙壁走。所以就有些老一辈的就叫他们晚上的时候你不要靠近这个墙壁，因为可能会有灵体活动。你为什么要给他先讲？现在我有点不敢讲我的。现实生活中的这个黄振龙呢，他的个性很可爱。我在想，这样的人应该很难遇到鬼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有遇过这样的，有碰过这样的经历。对。而且他遇鬼的地方呢，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。振龙要说的这个故事，他真的需要勇气。对，因为我平时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。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用理性来带过。但是这个东西让我印象真的太深刻。我相信那个地方你会更熟悉，因为是在 Radio Building。我每一个星期就会去跟陈宁一起做一个节目对，而且是晚班嘛，然后就会到特别晚。然后每一次去都没有想要上厕所，但是那一次我特别急。我觉得我忍不了，我就说陈宁，我要上个厕所。但是我没有去过那边的厕所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厕所是在哪里。他就跟我说，你直走到晚，几乎都没有人，就走到微，我也就打开了一个门，就是一个 pantry。对，我就很顺其自然的就去小便，突然有一阵很大的压力，就往我的背后这样冲，就挤在我的后面。到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背部发凉，而且压了很久，小便就停然后我就在那边一边想，我就还是面对着那个墙壁，一边就想不出来，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洗手，因为洗手台前面是一个很大的玻璃，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 ，OK， 我要去洗手，不要让他知道我感受到，我就去洗手这样洗，好像很冷静这样，但是头一直没有抬，然后就打开那个门，跑下半楼，怎么人不是要开那个 pantry 的都，我怎么等都开不了，然后我就一边在很努力，好像很冷静，但是我的手很出力的，当然我在想要不要跑下楼梯，6楼嘛，我就跑，然后一边跑一边在想，看太多片子了，一直想好像楼梯跑不完这样。没有跑下楼梯也很恐怖。对，最后还是有顺利的回去了。但是就绕了一大圈。你有跟陈宁说这件事吗？没有。你知道那间厕所，每一次到了农历7月，我都会遇到同一只鬼，然后他会提醒我是农历7月了。因为讲真的，那一条长廊，刚才振龙所说的，晚上是很恐怖的，所以我通常会唱歌，唱，就让就是壮胆，唱到那个厕所。然后呢，小便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唱。可是，当我在厕所里头唱歌的时候，我都会听到，嘘，很明显，很大声。我还就是转左转右看，没有人啊。然后我还开那个厕所的门，它在2、3间啊。对，我还会开，哎，没有人啊，奇怪，是谁叫我就是不要唱歌？然后我就觉得不对，突然之间我就想到，哎，那一天是农历7月，然后呢，第2年的农历7月也发生了同样一件事情，但是这次我比较大胆，因为我们一走进厕所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个小门，你一打开，里面就是我们的清洁工人放他们的扫把啦，放那个 mop 啦。我经过那个小门，我本来想要打开的。但是我从那个门缝里面，我觉得里头啊，好像有一个黑影，哇，在里面。我觉得为了尊重，我就没有继续的去打扰他。我要跟振龙说，我们现在很靠近以前我们的公司，我们已经到了。
我很怕，我跟你说。我们等一下呢就下车看一看吧。吓我一跳。这里就是郑龙啊，还有我啊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，Radio Gate。一来到这边就会有 security 艺人啊，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必须拿出他们的 pass， 这样收一下，对吗？还有那个 label， 对，然后就可以进去，然后就可以进去。哇，来到了这边呢，就要很直接跟你们讲哦，在前面就是一个转弯处哦，我们发现到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坟场还保留着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到那里去。可以不要去吗？不可以。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探灵总部啊。是你来到了这个探灵总部，你觉得怎样？我不懂会有什么效果。哦，那你呢？你来到了我们的探灵总部，除了很热之外，有一点小后悔。我们任务呢就有一些道具，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道具好不好？基本上就准备了一些探灵、超自然侦查的一些用具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就是 EMF， 就是电磁场，所以看它有没有不寻常的这个跳动。等一下，这样算不寻常吗？这个还 OK，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探灵号嘛，有很多这个仪器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是正常的。那其他的这些道具呢，是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需要用到的。比方说这个呢，这个娃娃呢叫三面夏娃。它其实有3面哦，所以你看这是睡觉的，然后另外一面呢是它哭泣的。等一下呢，这个任务啊，我们会把娃娃，跟车子、算盘放在那里的时候呢，我要你们拍一张照，然后你们会到处走，回来之后呢对比看他们有没有变化。还有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我就交给 Rebecca， 好不好？因为你把它打开来啊，你 on， 只要有任何触碰它。它就会有动静。我现在要发这个任务卡了，你先选，不好意思，你就选这个。好，请把它翻过来。要注意的就是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拜祭他们了，所以走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跨过这些坟墓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保持尊重的心态。好，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出发喽。我们今晚的一些活动就可能集中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我就跟着你走了啊，好，避免我走错路。对。因为它是在路边哦，所以刚才这样看呢没有很恐怖，但是你看镜头一转哦，其实是很恐怖的。其实这个位置就是他埋葬的地方，我们就绕过去了，不要踩在他们上面。那我先去放算盘啦。我会拍一张照啊。感觉郑龙他看他样子，他有点不是很舒服，硬着头皮去把事情做好。他们走掉了，真的留我一个人啊！干嘛？你怕啊，黄振龙？我不应该叫你的名字，不好意思。叫了再讲，不好意思。你挂的时候，你不要踩到这个，你穿到这里来比较好。这风铃本来就是很恐怖的一样东西，明明就是没什么风，然后风铃会开始在那边作响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OK。因为车子有三台嘛，放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。我只剩这个娃娃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哇，原来是进去里面还有好多木哦，我放在这里。不要进去哦，不要进去。了解，放在外面。这娃娃一看就是很恐怖。哇，这边要快点离开，这边真的很恐怖哎。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放在那边。YC 老师跟 Rebecca 那边呢也成功的了。Rebecca， 啊？你的任务是拿出你的任务卡，对着风铃问问题，看它有什么动静。好，请问附近有没有灵体想要沟通？有的话，请触碰风铃，让风铃会发出声音。没有反应哎。没有反应是好事。有反应我会喊。好，这样我再问多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我们有没有打扰到你们？有的话，就让这个风铃会发出一点声音。蝴蝶自己在动哎，蝴蝶在动哎，没有人在触碰哦。
你继续问。有灵体想要沟通吗？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刚才那个蝴蝶呢一直在乱舞啊。Rebecca， 啊？你要不要把那个任务卡交给郑龙，让郑龙来问？我可以不要问吗？问啊，问2题，问2题。请问你是男生吗？请问是女生吗？请问你是大人？你是小孩吗？老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在你摆放那些算盘啊、车子那边去尝试问一些问题。好，那个风铃可以留这边，因为如果它动的话，我们听得到的。是。OK， 暂时摆放的顺序还是对的。请问这里附近有灵体想要沟通的吗？没反应。请问是男生吗？有反应吗？没有。你们现在换个地点吧，可能去那个上面小娃的地方。来，跟着我来，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先。No way。哎。No way。有动静，有动静。你这样子摆的吗？不是。OK， 冷静，我们冷静。好。我们在做超自然探灵的时候，看到有动静，我们会更加的想要去探测多一点，收集多一点所谓的资料。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灵体特别对这个娃娃有兴趣？他是不是一个小孩？看有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想问你是不是个小孩？那你是个女孩是吗？你是喜欢这个娃娃吗？没有反应。没有反应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算盘，如果算盘有动静的话，可见应该是一个老人家。我去找一下，应该就在不远处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确定啊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可能是潮的影响。嗯。放的时候可能它滑了下来。是。刚才周公讲什么老人是吧？嗯。想问这里的灵体是老人家吗？是没有反应的。你听到声音吗？好像是那个脚车铃哎，我们过去。OK。啊？脚车铃的声音，那个脚车铃挂在树上哎。怎么可能？那个脚车铃哪里可能会响？对，要用力去触动它的，你就当做是真的是有人想要跟你是有人想要跟我沟通是吧？蝴蝶有反应，而且很大的反应。那想问这个灵体是不是老人家？是哎，是个老人家哎。前面的这个 tombstone 坟头已经完全给这些杂草覆盖了。就是说，很多年他的后代都没有人来了，是不是很久都没有人来了？这个反应应该是最大的一次。对，跳得很厉害，而且是直接反应。可能YC老师，你也可以尝试问一些比较感性的问题。你们是不是很思念你们的亲人？希望你的子孙来探望你们。有一点反应，问题问了一下，他突然间就跳了。我感觉黄先生现在很不舒服。他现在是有蛮严重的偏头痛，所以我想他在这里休息。可能 Rebecca 和 YC 老师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要不要回去再试多一次？没问题。YC 老师是真的不怕的。刚才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看到几个坟墓啊，其实都打理的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他的后人都会有来打理，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想要跟我们有 interaction。哎，你有看过白乐粉印的照片吗？有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仔细的看。你看，这是他的第一张嘛，你遇到事情是楼上，这是楼下嘛，所以他拍了这张照片，你看没事哦，但是他的第二张哦，就拍到了一个无头人在后面，但是很多人只注意到无头人呢，
没有人注意到，其实在中间还有一个女的。我也是没有注意到哎。所以其实他们2个人是有关系的，2个都不是人。有钉。去走，我过去。看吧。他们听到声音。我看到一个白影走过。刚才有没有人站在这里？没有。真的完全没有。哪里？这个地方。There's a white shadow here, you know, keeps on moving left and right. That's why suddenly when Wesley was talking to me halfway, I a bit like lost because I don't know is it you or someone that's like holding a white cloth like that. I saw behind him. 他们看到白影，2个都看到 ，Rebecca 也看到。因为他的头刚才是在这边的，在这个 side， 现在他是在这个 side。哦，刚才他的头这样，现在这样。Rebecca 不舒服了。Rebecca，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了？我还好啦，可是我刚才就真的有看到一个影子啊，我没有办法解释。好的，你没事就好。你听一下，我是不是会听到有老人家的声音？就是有人就是在碎碎念，看吧。约好像有，是不是？我以为是他们在讲话吧，他们没有在讲话。对呀，我们通过耳机听到有多余的声音，不是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的声音，是个老人家的声音。你有听？我们没有。我们这里没有听到，完全没有听到。如果没什么动静，就回来吧，2位。好的，我们就把东西收拾。所以Wesley老师跟 Rebecca， 你们刚刚从那里回来之后，又有什么新发现？因为我们这里真的听到了多余的声音，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是我感受得到他的无奈，就是一种怨言，感觉他在埋怨，不是埋怨你们，感觉是好像不是很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里的灵体很寂寞。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。你讲听到有老人的声音，就这里我直接就听到好像有2个老人家在对话，是那种阿嬷的那种感觉，他们在对话，可是我是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。我刚才从画面，你们2个人都看到白影。我们走回去这个洋娃娃的地方，我才看到在我的右方有一个白影闪过，但是你之前就看到了，对，他就一直在前面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子，他就一直在前面这样晃来晃去，我就以为是工作人员呀，我也以为是工作人员。所以有一段，当Wesley老师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on 他在讲什么，因为我被那个影子吸引去了。所以你看到的也是差不多这样，类似，对，很快的飘过了。刚才你们3个人去的那边。我觉得那里的很乐意跟你们合作，好像感觉比较友善。对。然后你们第2次去的时候，那里的灵体是不太愿意要跟你们聊天的。他们是行动派的，直接让你们看到。对。可能他就是觉得，可能我们真的有在打扰到他们吧。所以我觉得是很大的情况是跟这个灵体或者这个。在这边埋葬的先人，他们的状态有关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有一些真的是好多年都没有人去扫墓去看他们的，就突然间有一群人在那边，就可能就觉得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要跟我们沟通。所以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所谓的老人家，他们很寂寞，就是因为寂寞，他们才想要去跟人家有交流。对。有时候我们去祭拜祖先。不要觉得麻烦，他们也很希望我们多来看他们，就是每一年可能清明啊，还是有空的时候来探望他们，反而他们不会想要再作弄其他人，因为他们不再孤独了，他们知道有你在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敬畏之心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被尊重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